彭德懷明明戰功赫赫，為什麼卻7次要求卸下兵權，一心只想去農村開荒種地，還主動推薦高崗、鄧小平接替自己國防部長的職務？毛主席和中央6次挽留，軍銜制度、全軍整編都離不開他。1959年第7次請辭，中央依舊不予批准。可奇怪的是，僅僅過了10天，一份專門調整他軍職的決議卻突然通過了。但這一次的調崗決議和前幾次的主動請求卻有着本質上的區別。前6次是主動讓賢，而這一次是組織決定。1952年7月，彭德懷剛從朝鮮戰場回國休養，中央敲定讓他以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，全盤接管全軍日常事務。可他第一時間找到毛主席，直言自己不適合這份重擔，主動推薦高崗、鄧小平接任，自己想去幹農墾，扎根土地，搞生產。這次請辭沒能通過，他只能扛起軍委工作。1953年朝鮮停戰，軍隊全面轉入和平建設、整編、院校、軍銜制度，一堆難題等着落地。開會時，彭德懷再次借機提出，希望換別人主持軍委核心工作，自己退居2線，依舊沒有獲批。1954年全國人大會議上，他又主動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，推薦林彪接手，提議再次被否決。之後幾年裡，他依舊反覆提出換崗。1956年軍委會議，他當眾提出只分管外交國防，不再主持軍委日常。1958年政治局會議，他正式請求辭去國防部長，毛主席只告訴他此事先存檔，以後不要再提。即便有這句明確答覆，1959年上海人事會議上，他第6次開口，希望下一屆不再兼任國防部長，調去負責農業建設。當年全國人大換屆，他還是繼續擔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，6次主動退讓，卻次次都被組織留下。那個階段，國內軍隊正完成從野戰部隊到正規化現代化的轉型，軍銜、兵役、薪金3大制度全由彭德懷牽頭落地，沿海布防、軍工發展、全軍整編都離不開他的統籌，很難找到合適人選接手。1959年7月底，廬山政治局常委會上，面對接連的批評，彭德懷第7次提出辭去軍隊相關職務，希望由黨性更強的同志主持軍委。當時毛主席當場回復，依舊讓他繼續履職，按照過往規律，這件事本該再次擱置。可僅僅10天過後，8屆8中全會召開，一份專門調整他軍職的決議被正式通過。同樣是離開軍隊，前6次是主動讓賢被挽留，第7次卻變成組織做出調整決定，兩件事本質天差地別。7次請辭背後藏着怎樣的時代內情？那份決議通過的瞬間，預示着怎樣的歷史走向？廬山會議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思想交鋒？由於時長原因，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揭曉。